海洋坦它这个组装系列的产线，每只都是做的跟动画一模一样，还有它那个皱褶感。正所谓他们钱花在刀口上，就是造就这些细节。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DS 江老师。今天我们终于要开我们最喜欢的机动警察。你们有没有听过警专？有没有听过警察大学？你们有听过吗？有啊，我听过。你们知道我高中本来第一志愿是干嘛的吗？当警察不会吧？考警专。所以那时候我努力练我的体格，有没有？结果要不是我高中打篮球，这条整个爆开裂开。我本来是真的想考警察，长大以后还好我没有当警察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我才可以坐在这里不断的开箱模型给大家看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准备了3台这个 Modelo 的机动警察，还有一盒是这个靠北撞到，还好我没当警察，被摸一下就很痛。还有一个是这个超帅的海洋堂推出的这个套件，这个皮革布料真的是太帅了。这么多盒我跟你们讲今天至少做2台，那我们就先从右手边这2台做起来给大家看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今天如果没做完，把这2台送出去给大家。好，我们先做第1台给大家看。做好第1台，这个虽然是很简单的摆放上去，也是做的一环。那我现在来做第2台。现在要做第2台了，不要每一次都那么混，跟用借的。这种东西，我买超久的，尤其是它有拖板车那一个，我真的超想做。然后这个比例呢比较小，没有像这个这么大台。所以给大家看，这一盒里面呢是1:60的，然后它有附2台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说明书它整体的框架其实不是很多。然后呢，这个1盒套件里面有附1号机的头，也有附这个2号机的头。然后手部的部分你看这种插销对这种软胶片，就代表它这个都是可动。然后这边呢也是有一个母孔跟这个公头的部分。那我们就先从这个部分做给大家看。怎么那么难做啊？我们还是请这个作者嘉宏来做吧。我是嘉宏，我又被爸爸了。我跟你讲这个机动警察那个拖板车出来多久了？一段时间了。然后我就一直放在我们的这个铁架上，放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然后都不知道找谁做，因为我们工作室全部的人全员满单。然后有一天，我就在滑脸书滑，突然看到了你有做机动警察。就是你啦，被爸爸了。对，我们先来介绍这一台作品，它在制作上有什么难度，好不好？首先，我们先用热断剪的方式把零件依序给它剪下来之后，把里面的一些凹凸轴先把它扩孔，因为这系列上色之后怕会断掉，所以要先扩孔。那扩孔有很多种方法，有一种呢是把那个拼斜剪，都是斜剪。比较快，对不对？比较快。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拿刀子把外围扩大一点，这样，那装的时候不会一磨。有时候它关节刚好在那个部位上漆之后，洞可能就拜拜裂开。那再来，你还要做什么？再来就是零件先夹组之后，看哪边汤口要先打磨我是用400、600跟800这样。那你都是用亚克力还是打磨棒还是好棒棒？绿色的那个硬纸那个。绿色那个是超级棒，超级棒是硬的好棒棒是软。这个打磨完以后，这台有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地方？比较麻烦可能就是肩膀这个位置，因为它这边不是一整块的，它侧面这块跟旁边这块它是独立一块，装上去之后会有缝隙，所以要无缝。所以这个无缝你是用黑胶吗？黑胶。但是这个不用做拆件，对不对？拆件不用它肩膀里面那一块要跟装甲一起装之后可能就是折痕这样。OK， 那除了这些处理你还有做什么？像是肚子这一块，它是一体的，它的那个深度没有很深，所以另外再补刻线上去，有墨线之后变得更立体这样，就是让它变成2块装起来的感觉。然后还有像是肩膀这边也是要稍微给它刻线加深一下，不然它原本的凹槽就是没有那么深这样。像是这台涂装方式的话，我是给它呈现一个比较重的阴影质感，就是我是给它全部打黑底，然后再就只喷白色阴影这样。可是像你这个周围当然边缘你留的比较暗嘛，可是你的这里面的高光面，有些人会整片打高光，可是你的就蛮自然的，就是有一些地方还是比较白，有些地方比较暗。那这个是怎么处理的？当初我上这个白色阴影的时候，就是整个打黑底嘛，然后白色压条机，开小枪，就中间慢慢往外扩散，然后白色不要喷死。不要喷死的意思就是不要只留最边边2条黑线，然后全部中间整个白的。
那像这个说明书这样，这里就黑的多一点点，它的白里面是有层次的。所以嘉宏刚才讲到一个关键，虽然他讲的很含蓄，调息一点，不要喷死8个字，这个要练8个月。好，那我们快速的来欣赏一下这件作品。欣赏完这一台，在讲下一台之前，嘉宏跟我们分享一下《机动警察》这个故事好不好？哦，可以。好，机动警察它故事大概就是他们有很多部动画，就是有剧场版跟 OVA，他们每一部的共同情节就是在虚构的1998年到2020年之间，日本的东京会因故事效应，然后海平面上升，本会沉没，所以开始引进那个大型机械，他们说这个是巴比伦计划，然后再就是因为引进大型机械了嘛，然后会有各种治安问题，所以他们有给警察用了一个特车克的这个单位，就为了镇守这些作怪的就是有北龙的机器人。主要动画我们常看到可能就是1号机跟2号机，3号机是比较少出现这样。OK， 所以像这个和会啊，这一只就是你讲的这个假鸠嘴欧北龙，就类似，反正就是作乱啊。这只是斗牛犬，那这个是车头灯嘛？那你看人就是像我们真的开车的一个比例，所以这台车假设4米多，像这个法拉利488，那就是4.5米。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吗？我想买那一台，目前还买不起。这个机动警察的高度大概是多少？8.02米这样。哦，对，所以你看，如果这个车子站起来，那机动警察呢是比它高快将近1倍，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比例。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下一件作品吧。刚刚看完那一盒呢是1:60的，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1:35的，由这个海洋堂所推出的套件。这一盒啊，我觉得就很精细，真的很漂亮。海洋堂它这个组装系列的产线，每只都是做的跟动画一模一样，还有它那个皱褶感，然后只是它分件做的很足，可是就是有些地方要无缝，而且它的这个卡榫是不会卡住的，上去就删掉。但是这个不是不好哦，我觉得大家有一个认知哦，就是说它可能把钱花在哪里，花在这个表面的皱褶。建模，那这种要胶水式的卡榫，虽然说它背面的精密度没有像万代的组装模型这么高，但是人家把钱花在细节上，这个就是你要去理解的部分。不然它如果全部做都很好，那它的单价可能就会再更高一点，还有版权费，对不对？背包这边还有它腰这边，它皱褶感都做得很有那个立体感，就是跟动画里面呈现基本上是一模一样，而且很自然，不会因为塑胶射出就很僵硬这样。正所谓他们钱花在刀口上，就是造就这些细节。哇，那嘉宏都已经来到这边了，那你就把这个皱褶讲得这么厉害，然后实体又喷得这么棒，我们来教观众怎么喷这个好不好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去喷漆吧 ，Go。
好，那我们现在看完嘉宏精彩的皱褶感这个衣服的表现，我们也来欣赏一下这台作品。看完这2台很爽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还有第3台？这台是什么品牌？青岛的机动印达，那它跟海洋堂，因为它比例上跟它比较接近，是一样的吗？大小不一样，不一样，这是多少1:43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青岛社跟海洋堂，他们有什么地方不一样，好不好？光是这2件作品比例上有很大的不同，还有头部的细节呈现也是。海洋堂这是比较符合动画的一些原本的样子，那青岛它这个头部比例稍微不太一样，就是光是面罩的曲线就有明显的落差了。它这台面罩是尖的，另外一台海洋堂是圆弧的。这个就是现在比较帅的那种造型。然后青岛这只是可动的，所以它很多地方都可以活动。对，像是2台的胸部部位里面的零件就很大不同。青岛这只零件中间可以放人偶，它的胸口可以再打开吗？不行，它打开是直面打开，但是人偶在里面。人偶在里面。然好，后青岛这只是它脖子这边的那个衣压感做的蛮细的，这就是细节耶。对，大家如果是以外形为主的话，我推荐海洋堂这系列，因为虽然它不可动，可是它的外观比例都很符合动画的那个原著，然后这个皱褶感啊也是比较强烈。但是青岛的是不是比较好玩？就它可动其实做的蛮优秀的，只是如果你上色完之后摆动作会靠漆的情况蛮高的。然后这个手的部分，这个从这里到这里全部都要做无缝啊。其实不用做也可以，因为你看海洋堂这个中间有一条那个类似包起来的感觉。对，我觉得它不好看，我就把它补起来。然后像是它白色阴影的部分打底是用灰色底去打，然后它菱角的阴影是用暗绿色去当预知阴影，所以它喷出来的白色阴影刀光看起来比较自然。所以大家如果只是单纯的静态，海洋堂真的很帅，但是我又很喜欢青岛里面有这个驾驶员。结论就是什么？买。海洋堂它这一支的胯部的零件是下面这边是2块盒，所以中间会有缝，到屁股后面也是整条的缝，所以要做护缝。那腿呢？这个腿粗很多哎。青岛这一支的小腿盖旁边可以打开。所以它的枪放在里面是不是？你有涂装吗？有，他手上这一把。但是你现在粘太紧，就是它里面的硬实零件我漆用太厚，我忘记扩孔了。那我跟你讲，你下次可以改磁铁。可以。而且我们有卖磁铁的。我们现在出超多那个胶条了、铜棒了。磁铁之后可以出这个底座啦，有质感的木头。这个是木头底座吗？这是木头的。好，都出。做出。其实这2台的脚底细节都做得很不错，只是我比较喜欢海洋堂这一只，所以我脚底有给它做分身。偏心。但是我不得不说这次你做的这个涂装风格真的是太美。真的很棒。那这个地台是怎么来的？外面有卖吗？这个地台它下面底座是木头的上面这块整个都是胶板做的。那你怎么从一个平面做出这样立体的东西？就看那个动画里面，它里面有出现一整段在地下道的那个场景，就查资料、爬文，然后慢慢用胶板慢慢切这样。然后就把它拼起来这样子。上面这个是监视笔盖。哇，好帅哦！这次呢，真的很感谢嘉宏带这么厉害的作品分享给大家。那我想要问你如果我们的观众在制作这个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什么要提醒他们的？如果这一只胸部要做分件的话，它上面这块白色的给它抬小块一点，才装下去，前面不会裂开。你硬装的话，前面因为它节点比较小，它会一直被裂开。我们这个 MAD 模型台1年要放90
6部影片，所以真的很需要这些厉害的模型师来帮我们站台。那既然这么辛苦，我一定要送你个套件，让你带回去玩。敢讲？八包。这个我买2盒，我真的觉得超帅的。然后我们很希望这一台嘉宏下一次过来的时候，可以安排。这真的太帅了！如果这个再有一个底座，然后去参加比赛，我觉得会得奖哎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再多送嘉宏 JN00全配版，就是可以换大喷杯、小喷杯，再送.3的喷笔 EX 版，再送.5的 ES 版，送好送满。还有最新的10人钢锯.15、.2、.3各1把。你之前送的那个时刻那个很好用。我跟你讲哦，那个钢锯你还没有拿到，那个更好用。嘿嘿嘿。好，那这一次呢，很感谢嘉宏带来这个机动警察，我自己真的很喜欢这个系列，也希望他下次带来更好的作品。那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拜。好，那我们看完这个嘉宏的示范呢，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会想试看看这个光影涂装。那你们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如果你以前就有喷过漆，你很熟练.3、.5怎么使用、怎么清洗，那就去练习看看。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喷过漆，刚入手的话，我们会推荐你买这个 JM01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个粉丝他打电话跟我说，他买这个0.5来喷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喷釉啊，又是什么？陶瓷的釉啊，那个粘度很高啊。所以他每一次喷完这个釉啊，那个釉就会干在喷笔里面，真的很难洗干净。所以他几乎就要一直更换这个耗材。那么如果这时候你选择的是 JM01，你来看，每次我们喷完漆，如果有做正确的漱洗，把这里洗净，然后呢，你就把这个桅杆打开，然后这边松开，你看，这就是没有洗干净，或者是有高粘度的漆把这个卡住。这时候呢，你只要轻轻的夹住这个针，你看，轻轻的晃动，虽然它有阻尼哦，整根都是漆哦，你这样轻轻夹住，往后抽拔，它就会被你拔出来。那拔出来以后呢，你看，这里是不是有漆？这里是不是也有补土？你就可以单独的把这个针清干净。最关键的呢是，假设你的喷嘴被漆给粘住了，那这把是我在用的，我都不洗，你看都脏脏的。你用手指头是不是拿不下来？可是你可以拿钳子轻轻的夹住就掉了。那你把这个喷嘴拿去浸泡，可以溶解你这个漆料的东西，然后再把这个针也清干净，它就可以无限次的使用。所以说这种子弹型的喷嘴，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保养维护真的非常非常轻松。那你新手刚入门的时候，我非常推荐你这个 JM01，因为就是万一你没洗干净，它自己救回来的几率几乎是100%。那它没有这个调压法，售价也比较便宜，可以参考一下。那最后提醒，0.3你就来喷这个高光阴影主色。那0.5你可以拿来喷底漆补土、透明漆，用完一定要洗干净。如果你真的怀疑自己没洗干净，你可以滴一点点溶剂在里面做漱洗喷掉，再滴一次溶剂，到下次要使用的时候再把它喷掉。OK， 那最后不知道要买什么，你们就买.35 JM01回去入门。入门完你就知道喷漆很好玩，然后就每个还是都会买。那你怎么每次用完都会卡笔啊？因为我每次漱洗2次就要出门了，所以我虽然只有漱洗2次，但是你记住，你真的记住，你如果喷针抽不出来，夹住先把它抽出来，这个时候再插回去漱洗，能喷就可以了，不要有事没事就去拆喷嘴，这样你的喷笔寿命真的会很长很长。拜拜。